白皙的脖颈上赫然落着一个牙印，在肩颈之交，位置偏向后颈，看起来颇深，边缘尚在红肿。蓝忘机还呆着，魏无羡竟自从他手中拿了药瓶，挑出些药膏给那肿痛的位置上药，轻轻地嘶声道：“好疼啊！韩光君，你喝醉了之后真没礼貌。”他像是自言自语，蓝忘机的眼睛抬起，眼睫又垂下，什么也没说。魏无羡问：“蓝湛，你喝醉了之后干了什么？你真的不记得吧？”蓝忘机沉声道：“不记得。”又问：“我做了什么？”魏无羡摇头笑笑，说：“你别紧张，什么也没做，不过是在我颈间蹭了蹭，没有找到气息，便咬了一口。大家都是人嘛，喝醉了都会变得很奇怪，你是前修，酒后也不是我见过最奇怪的，没关系。”停顿一下，还不待蓝忘机开口，魏无羡又说：“但我想说的是，这个身子不是从前，你无论蹭多久，总归不会有气息。”蓝忘机点了点头，说：“好。”明明只是一个字，落在魏无羡耳中，却像是他答应了什么不得了的东西。心头蓦然有一股不知从何而来的热切燃烧起来。蓝忘机还在给他的手上药，他自己草草的把药揉进去，起身说：“韩光君，我去看看那些小的。”不待蓝忘机回答，他已经绕过屋内的屏风。原本顶着门的桌子已被蓝忘机移开了，一点阻碍也无。魏无羡便拉开了房间的门，逃跑一般迈了出去。直到门在身后牢牢关严，魏无羡才将脸埋在手掌间，深深地吸了一口气。他没有办法告诉蓝忘机，这是发生在他偷偷吻了冰清玉洁的韩光君之后。蓝忘机热切地贴在他颈间，肌肤磨蹭，鼻尖轻抵，烫热的呼吸拂过魏无羡的皮肤，疏忽一口咬了上去。若非蓝忘机后来突然回神，一掌打昏了自己，魏无羡也不知昨晚的事情究竟要发展到何种地步。身边突然有个声音道：“公子，您怎么站在这里？”魏无羡一抬头，见是一个店家小二，手上拎着几个食盒。魏无羡随口说：“啊，甫一出来，日头太亮了，眼晕。”他说着，还向手边几张临街的窗上外望了一眼。朝阳不过是平常的朝阳，温暖又略显稀薄地流淌过窗棂，却比一城中草木肃杀、迷雾重重的模样强过太多。小二应了一声，以为他是来拿早饭的，给魏无羡指了厨房的位置。魏无羡想了想，问：“昨天那几个小的都起了吗？”小二说：“昨天您带来的几位小公子，现下在厅里，好像又吵起来了。”魏无羡一愣，又吵？小二抓抓头发：“是啊，好像在说什么邪魔外道。各位都是飞来飞去的仙人，我们不懂。”魏无羡叹了口气，干巴巴地说：“没关系，我也不懂，哈哈哈。”他沿客栈2楼的台阶走下，还未曾看到大堂里的全景，便听到金陵的声音。金陵说：“我就说你昨晚怎么不说话，说到底还是想护着他。他在城里用的什么伎俩，你们都是看到过的。”魏无羡不知他这话是向谁说的，索性没去看，继续走去后厨。蓝家人醒得早，客栈的厨房刚刚开火没多久，室内蒸汽升腾，全是食物的味道。一群当厨的大婶见了魏无羡，仿佛见了自家可爱的小儿子、小孙子，争着要给他盛饭。魏无羡说他要带去堂前分给那几个少年。厨娘们的怜爱之情更盛，不一会儿便将一张很大的托盘塞得快要盛不下。魏无羡打的是小孩子饿得快，没有什么是吃一顿早饭不能解决的，如果有那就再吃一顿的主意。端着沉甸甸的早饭往回走，热气暖腾腾地扑着他的眼睛。未及走到堂前，他又听金陵的声音说：“他不过是给你一碗不辣的粥，你就对他死心塌地了。”魏无羡在厨房通向前厅的帘幕后停步，微微歪头，从布帘的缝隙中望去，发觉金陵对面站着的居然是蓝云恒。这世间的机缘巧合最令人无法招架。蓝忘机在清河把这少年遣走，不想他涉险，结果兜兜转转，这孩子还是和蓝景怡、蓝丝追几人到了一城。金陵这句话还没说完，旁边的少年纷纷认偏了重点，哀声嚎叫：“什么？云恒的粥居然是不辣的？岂有此理！”蓝丝追在旁打圆场：“金公子，云恒不能吃辣，他本已中了尸毒，再喝辣粥岂不会让身体更糟？”金陵冷笑了一声，却是向着蓝云恒：“你不能吃辣，他怎么知道？
魏无羡无需再听下去，便知这个他说的是自己。金陵说的死心塌地听起来便有些怪怪的。他端着盘子站在原地想了想，蓝云恒再见他的时候，除了脸色没那么坏，也不见得对他有多么亲近。虽说后来被他背了一次，也只不过是正好落了单。魏无羡背上他，才发觉这少年身量比看起来还要瘦一些，在他背上蜷着，头发落下来，魏无羡便下意识地揉了揉他的脑袋。蓝云恒正严格遵循魏无羡不要乱动的要求，只得冷哼了一声。魏无羡此前不觉得，骤然一听之下，居然觉得蓝云恒这一声颇得蓝忘机的精髓，自己笑起来，引得旁边少年们侧目纷纷。又有个少年说，云恒是蓝家人，偏向那位前辈也是无可厚非。毕竟昨晚我们都看到韩光君、蓝景怡的猎山崩的一阵猛咳，把后面的声息淹没在噪音中。魏无羡端着盘子的手一抖，老脸随之一红，心下暗自腹诽，明明拆了墨额，丢人现眼的是蓝忘机，怎么这群小孩说的，像是他被蓝忘机公开示爱，打横抱上去了一般。蓝景怡一口气咳到快要断气，旁人自也不说了。一时间厅中陷入诡异的沉默，魏无羡只听到蓝景怡大口换气的声音。许久，金陵咬牙说，就算这样，就算你们韩光君偏袒他用的邪魔外道还是邪魔外道。你，他说着，声音里却有种魏无羡此前不曾察觉的委屈和不忿，好像被什么至关重要的人背叛一般。魏无羡在此时轻身探出帘子，大声说，好了好了，我的少爷小姐们，别瞎吵了。吃！金陵也在这时猛地拍了一下桌子，力气太大，引得桌上几个空盏颤巍巍地跳了一下。他盯着蓝云恒，一字一顿地说，旁人便罢了，你也忘了吗？阿夏！叮铃咣当一阵乱响，少年们忙向桌上看，见那几个被金陵拍得跳起来的茶盏还好端端地摆着，再一转头，却见魏无羡在金陵身后，手中的东西莫名摔了满地，周弥险些溅到两人靴尖上。所有人都愣住了，只有魏无羡浑不在意，一脚跨过满地杯盏狼藉，走到金陵面前，问，你叫他什么？什么？金陵被问得一怔，下意识去看蓝云恒。他这一路见过魏无羡装疯卖傻，插科打诨，也见他符箓遇鬼，点睛照将，山穷水恶都历过，唯有这时，他突然觉得眼前这人有些可怕。魏无羡一字一顿，又问了一遍，你方才叫他什么？金陵还没能说出话来，蓝云恒先在旁淡声说，小名而已，不足为外人道。